团主的养女大胆而智慧，接儿子却好吃懒做，十分无能。为了争夺商团主的位置，他甚至派人刺杀养女，假装推开旅馆大门。弗雷德就嫌弃这臭烘烘的地方。安德瞬间察觉到那个长毛剑士很厉害，弗雷德颐指气使，命令那里的人去把蕾欧娜叫下来。安德庆幸还好带来的是杰森，如果是雷姆，肯定就拿斧头砍了这食尸鬼。他欠扁的样子，就连杰森都快按耐不住。安德只能死死抓住他拔刀的手。蕾欧娜警告弗雷德不要大喊大叫，显得很没水准。随即一巴掌狠狠抽在弗雷德脸上，既然上来就是一巴掌。安德看这里，就自己一个正常人。雷欧娜可是找了常备军作为护卫，弗雷德居然还敢搞刺杀，难道是想一辈子都被关在监狱里吗？慌不择言的弗雷德急忙表示，我不知道那是常备军。后方的短毛立刻咳嗽2声，反应过来的弗雷德慌忙否认那是自己做的。雷欧娜看不到他与前商团主一点相似之处，真不知道这愚钝无比的脑子和奇丑无比的脸究竟都是遗传了谁。恼羞成怒的弗雷德做事就要拔剑，见状安德也立刻做好准备，弗雷德身后的长矛紧随其后，一时间场面陷入僵持。安德能看出这个姿势是快剑，安德很好奇他的速度能有多快，能比兽刀还快吗？那就来亲自看看吧。就在这时，边防部队出现，命令所有人停手，违令者将视为谋反。没能看到那剑有多快，安德不免感到失望。刚才他还说这里只有自己一个正常人，可杰森看他才是最不正常的。移送至部队的刺客都是别国的佣兵，所以由边防部队来接管此次事件。刺客招认是受商团指使策划了这次谋杀。格莱姆怀疑继承人之争中有人雇了佣兵。短毛指出，要是刺客没具体说是哪个商团，就不能将人羁押。虽然他能说会道，但边防部队不可能连这点猫腻都察觉不出来。这是蕾欧娜提议，不如格莱姆重新找可以锁定犯人的证据。调查的2日间，双方继承人可以扣押在这里。安德有些意外，遭到袭击的当事人居然自请部队将自己扣押。移送到部队的刺客都是些小喽啰，只是按队长的命令行事。从现场逃跑的刺客中，也许就有所谓的队长。届时若还锁定不了指使的犯人，剩下的事就该边防部队继续调查了。而蕾欧娜则会离开少城，回到商团大本营商谈继承之事。安德不理解，蕾欧娜一旦脱离少城，就得不到常备军保护，在离开少城的瞬间，他必死无疑。蕾欧娜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。安德想不通他究竟打的什么主意。身为商人的蕾欧娜找人做事，从不会让人亏本。谁若能抓来刺客，他就将送出此物。见此，杰森身体顿时一颤，因为蕾欧娜手中的是卡门系列武器中的第4件作品——卡门的短剑。杰森突然叫住分队长，这次的事就交给他办了。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的杰森，居然表现出这么大的意愿。安德很好奇，这把短剑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？据杰森解释，那是铸剑名将卡门制作的武器。奴隶出身的卡门是个一生致力于报复的刺客，他使用的是自己亲手制作的7把武器，其中第4把就是这个短剑。为了得到它，有些人甚至会付出生命。在座的全员会在边防部队的管理下，在此处被关押2天。安德让杰森不用担心那把短剑，因为他已经让克拉伊斯去抓人了。弗雷德身后的长矛视线一转，落到安德身上，被安德发现后，2人简单对视一眼，随即长矛转身离开。这样下去，弗雷德担心被抓到把柄，但又不能轻举妄动，自乱阵脚。如果最后无法决定谁来做继承人，选择权就会交到商团投资者手上。弗雷德已经给他们寄去书信，许诺帮自己当上继承人，少不了好处。长矛的视线望向旅馆旁的空地，身负巨石的安德正大汗淋漓。那么无聊的训练，居然一直都在坚持。格莱姆奇怪他不腻吗？现在可是久违的可以放松一下的时候。如果时间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，那安德大概会那样做。问题是天才和蠢材的时间是不一样的，他们1周就能学会的东西，安德可能需要1个月，甚至是1年。所以他不想也不能浪费时间。安德想的是日复一日积累这份努力，筑起通往高处的阶梯。边防部队成员都不知道是安德太怪，还是他们太懒惰。格莱姆若有所思，最后叫停了安德的力量训练。在他看来，安德的力量简直让人拍案叫绝。上次就是不知道这一点才打了个平手，不知道现在会如何呢？安德听出了他话中的意思，那就来试试看吧。接下来到一段时间，安德和格莱姆打了整整11盘，安德4胜，格莱姆7胜。眼看安德还想再来，格莱姆吐槽他，这疯子都不累吗？边防部队的其他士兵抢着上场，弗雷德无语，那群野蛮的家伙大半夜的搞什么呢？这个边防士兵的动作很少见，安德轻易就被放倒，他很好奇那是什么招式，希望对方能再展示一次。长毛有些意外，居然不会因为在打斗中输掉就觉得伤了自尊心，反而像是个孩子发现了有趣的游戏一般。还有明知对手要比自己强，也没有隐藏想要战胜的野心。长毛看出安德确实是个特别的人，但他对第一次见到的技术，直到遭遇3、4次都毫无应对之力，这种学武的感知力未免太差了。长毛刚想到这里，安德就突然破解了对手的招数，终于在第5个回合迎来胜利。围观的士兵们都为其欢呼。金陵中队长看这坏男人真是不管去哪都能不分男女迷住所有人。雷欧娜还以为他们是情侣，金陵中队长却否认并表示我们是夫妻，虽然还没有结婚，但好像已经有孩子了。这时突然走进一人询问，如果不失礼的话，可以让我也参与吗？格莱姆奇怪那家伙在打什么鬼主意。虽然安德没什么太大的天赋，但长毛很想教教他，甚至无法遏制内心这股冲动。刚好安德也一直在等他。
坐在屋顶的杰森能看出，那家伙即便手上拿的只是一根木棍，也相当危险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杰森得做准备。阵营不同的敌人即将开始对练，安德有种直逼全身的紧张感，就好像战胜了战场。在敌人刺剑的瞬间，安德进入急于一点状态，他清楚地看见了敌人的攻击线，目标正是他的脖子，只要在破掉敌人攻击的同时完成自己的攻击线即可。然而安德还完全没反应过来，剑就已经刺中目标。虽然他准确看出了敌人的攻击线，但速度还是太慢。这是快之又快的剑，一击绝尘的速度超出安德想象。他还以为自己多少变强了一些，结果并没有。要攀登的终点依旧遥不可及，高不可攀。不过没关系，安德没有气馁，那就再来一次吧。长矛认可了他的态度。这场对练持续了很久，士兵们都已沉沉睡去，精灵中队长还在静静旁观。只要是习剑之人，在面对绝对强于自己的对手时，难免会感到挫败。可长矛不理解，这人为何始终没有放弃呢？杰森明白分队长的反应速度太慢了，光靠眼睛是不行的，看来他得教分队长正确的顺序。今晚就到这里，长矛想去休息了。安德突然开口，今天真是大开眼界，你的快剑终有一天我一定能学会。长矛心想，我觉得你才更让人大开眼界，实在可惜，要是你哪怕再多一点点的天赋。天亮后，克拉伊斯就抓来了逃跑的刺客。格莱姆当即审问他们背后的人是谁。弗雷德脸色无比难看，然而刺客却说是阿兹本的商团为了独占重叠的商圈才安排刺杀。闻言，弗雷德不免感到意外。既然是敌国的所作所为，那么接下来就是边防部队的事了。洛克福商团的扣押被解除，杰森忍不住反复端详卡门的短剑。安德提醒他不要不分场合的拔剑。克拉伊斯小声让分队长可千万别爱上蕾欧娜那个可怕的女人。那群刺客分明就是弗雷德雇佣的。昨晚骑兵工会找到那群家伙，将他们一网打尽时，突然出现一人自称是蕾欧娜大人属下。原来蕾欧娜早就知道那群刺客在什么地方，对骑兵工会更是了如指掌。刺客之所以改口，还是蕾欧娜答应会帮往军中交钱，保住他们的性命。弗雷德不能是幕后主使，因为蕾欧娜不想让前商团主的清誉受损，并且脱离少城也不会有事，他已经解决好一切。洛克福商团护卫队长特来迎接经商团股东一致同意，被任命为新团主的蕾欧娜小姐。她故意被关押2日，就是暗地里让股东们在这期间进行表决。种种手段令安德意识到克拉伊斯说的不错，蕾欧娜的确是个可怕的女人，纠缠不放不是件光彩的事，所以蕾欧娜就不邀请安德一起走了。你身上有一股力量，让人想要为你打气，终有一日，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彼此的注意，作为朋友。安德看着伸出的手，淡然道：“荣幸之至。”弗雷德怒斥护卫队长：“我父亲对你那么好，你居然敢背叛他！”护卫队长却冷冷开口：“不要再玷污前商团主的名誉了，你这个傻子！”短毛看这次的计划失败了，不过起码知道了洛克福新商团主很有能力，还有就是认识了那个特别的士兵。长毛曾给过安德一个忠告：放弃习剑吧，我佩服你的意志与努力，但你并没有与之相称的天赋，这是件悲伤而痛苦的事情。安德很久没听到这话了，不过他之所以能走到现在，就是因为从没把这话放在心上。长毛读懂了他表情里的意思，既然如此，那日后有缘再见吧。安德重新找上雷姆，雷姆却不满道：“不要叫我，反正你都跟那只野猫玩了，干嘛还叫我？”不过在安德说我有想做的训练，必须要有你才行时，雷姆就知道分队长没自己不行。练习快剑所需要的要素，首先是可以判断出最佳攻击线的能力，然后是可以灵活流淌于全身的强悍爆发力。雷姆终于受了点伤，安德知道成了，我的速度比雷姆快了。不断打磨的基础，不再紧绷灵活多变的身体，经过锻炼的肌肉，是这一切合为一体产生了效果。分队长的表现真是令雷姆吃惊，既然他已经学会怎么快速挥剑了，那雷姆可就要提升速度了。安德还没理解这话是什么意思，雷姆的斧头就狠狠砍下，剧烈刺痛自被打击处传出，原本就像鞭子一样快的斧头，现在更是变成了光速。安德意识到自己要走的路还很长。傍晚夯实基本功的安德突然又察觉到异响。杰森看分队长的眼力和听力都已经练得很不错，以后不必再练了。安德没想到他就为了说这话特意过来，难怪雷姆会取笑杰森是只野猫。就在安德略有松懈之际，短剑瞬间刺中脖子，突然的刺痛令他呼吸一滞。杰森说明，杀气是基于想要杀掉对方的意志所展现的气势，如果是靠掩耳无法抵挡的攻击，就需要感知杀气，用超越五感的感受来感知杀气的技术名为六感之门。杰森来教分队长，就当是得到卡门短剑的报答。要学的东西在源源不断的等着安德，令人愉悦的东西也是。六感之门是本能的领域，感觉远不止于五感，像是方向感、运动感、野兽猎食的直觉，这些都是本能的感觉。唤醒周身所有的感觉，并不断重复战斗，靠本能预测出杀气的位置。一开始肯定很难猜对，但只要通过不断训练去感受杀气，六感之门迟早会开启。时间过得飞快，队员们都感觉分队长好像有些变化。安德还以为他们是说自己长肌肉了，不过大家指的不是那种。克拉伊斯准确指出，变得比以前更疯了。队员们纷纷赞同这个优秀的回答。安德无奈，作为疯子之间唯一的正常人，
被这样看待也正常。闻言，杰森腹诽，这家伙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自己才是最疯的那个？夜色渐渐浓重，埃斯特无语，这人又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的，居然每天都把自己练得半死不活。要不是埃斯特的魔法，安德早就晕了。万一他死了，埃斯特的诅咒这辈子估计都解不开。所以为了以防万一，埃斯特在安德的皮甲上也附加了魔法。这段时间，安德就像不断重复今天一样，每天都在重复，重复又重复。但安德不觉得腻烦，因为他知道这种重复会带给自己成长的快乐。杀气训练每天都在进行，错了又错了，还是错了。队员们都是一阵无语。雷姆收回分队长变了的那句话，他真是完全没有一丁点长进。奥丁和拉格纳也觉得奇怪，分队长有时候进步很大，有时候又停滞不前，不管怎么练习都没有进步，就说明只有实战才是正解。也许接受外部委托去狩猎一些魔物会有长进。安德被队员们磨着去找实战的机会，虽然他们没有明说，但安德也知道自己最近几乎没有进步。这时有士兵建议他去处理这个委托，调查鞋铺的地下室。据鞋铺老板所说，地下室好像有不死魔物，城里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东西？多半是老鼠的声音被误以为魔物。安德本想接能通过实战积累实力的委托，可这个委托没其他人愿意接受。鞋铺大叔虽然性急，但是个好人。不久前他的妻子也失踪了，现在正是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所以安德还是接了。老板女儿连忙领着士兵大人进屋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城中心居然真的有地下洞穴，原来那不是老鼠的声音，